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解读。今天呢，咱们要聊点特别的。说实话，当我第一次在古籍档案里翻到这段史料的时候，我真的是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翻开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记录，去真真切切地感受一下动物内心那种极其真实，甚至能直击灵魂的情感世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动物之间会不会也有着类似于咱们人类那样深厚的孝道和羁绊呢？其实这篇古籍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兄弟？在咱们平时一般的认知里，总觉得孝道啊、恩情啊，简直就是人类独有的复杂情感，对吧？但是呢，这份文献却明确告诉我们，动物们孝亲友爱的天性，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纯粹得多。古人记载下来的这起真实事件，那是相当的生动，可以说讲故事的人说到心碎，听故事的人也是忍不住要落泪的。好，咱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举斋杂记》里的肖像记录，一段真实的动物情感。咱们直奔主题，大家都知道，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笔记里，史学家们往往更喜欢盯着那些王朝更迭、王侯将相看。但是在一部叫做《举斋杂记》的古籍里，有位叫刘实用的老先生，却偏偏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的极其震撼的一幕，也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肖像。设想一下这个极其令人心碎的场景，一头老象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倒在地上，而旁边焦急的小象在干嘛呢？他正拼尽全力用鼻子卷起地上的青草，拼命想喂给他垂死的母亲。但不幸的是，这头老象已经虚弱到了极点，根本连一口都吃不下去了。您想想，面对怎么喂都吃不下东西的母亲，这只小象当时经历了怎样的心理崩溃？古人的记载哪怕只有寥寥几笔，也特别揪心。一开始呢，他是衔讨喂母，只是求生本能的尝试。紧接着，当他意识到一切都是徒劳的时候，小象开始用长长的鼻子反反复复地抚摸母象的身体，泪如雨下。最后，也就是母象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只小象竟然悲鸣着高高跃起，然后伤痛欲绝地重重扑倒在地上。这种极其真实的肢体语言，可以说是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他内心的那种绝望。接下来是咱们的第二部分，鹤子关于血与泪的深刻点评。要知道，这个故事可不仅停留在一次简单的目击记录上，真正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一位名叫鹤子的古代学者，他直接潜入了这只小象的内心世界，去剖析那份沉甸甸的感情。鹤子原话是这么说的：满腔的血和泪滴滴从心坎里流出。这句点评真的是绝了，它不仅仅是在描绘一头大象，更是在刻画一种极致的悲哀。鹤子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母亲那种深厚的养育之恩是永远都没法等价偿还的。对于每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来说，以后不管什么时候想起这份恩情，那都是一种如同沧海般无边无际的遗憾。咱们继续看第三部分，融于诗歌的寸草生恩。当一种悲痛达到了极致，往往就会催生出最伟大的艺术。这段真实的动物举动，最终被古人升华成了流传千古的文学表达。有首诗写得极其精彩，直接把这种意境拉满了。诗里说：干驼万里断归魂，运笔周身半垒痕。什么意思呢？他描绘的是，即便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这只大象断肠的悲魂也依然萦绕不散。他用长笔一遍遍抚摸母亲遗体的时候，大半个庞大的身躯竟然都已经被泪水给湿透了。文字的力量就在这里，瞬间就把那只大象的哀戚活生生地印在了咱们脑子里。紧接着，这首诗的后半段抛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词：血乳3年劳苦甚。血乳3年啊，这是一个极其核心的终极象征。它代表着一位母亲，不管你是身在人类社会还是动物世界，为了把幼崽拉扯大，所付出的那种根本无法估量的劳苦和极度的生理牺牲。说白了，母亲完全是在用自己的血和乳汁，硬生生的去延续下一代的生命。
所以这古籍里最精妙、最绝的一个点在哪儿呢？就在于它把平平淡淡的现实和极其深刻的隐喻完美的缝合在了一起。你看，在现实场景里，小象仅仅是捡起了一把普普通通的青草，但是在诗意的升华之下，就变成了一个超级让人心碎的隐喻。在母亲那谢入3年的浩大恩情面前，孩子所能做出的回报，就像诗里感叹的“何能寸草报深恩”，真的就如同那区区一寸小草一样微不足道。最后，咱们来到第4部分，跨越物种的情感共鸣。这就是一面实实在在照出咱们同理心的镜子。这篇古文之所以震撼，就是因为它太像一面清澈的镜子了。说个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事儿，现在动物学其实早就证实了，大象确实拥有极其复杂的哀悼意识，它们不仅会流泪，还会反复去抚摸同伴的遗骨。这就让古人的这篇记载显得不仅无比真实，而且相当超前。你想啊，如果连一头大象都会因为没法报答母亲的恩情而感到如此深重无尽的悲哀，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父母牺牲的本质是广袤无垠的，而爱与失去绝对不是咱们人类的专利，它是彻底跨越物种的普世情感。聊到这里，就不得不引出咱们今天的终极思考了。作为人类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审视我们自身的亲情纽带呢？真的希望在看完这期解读之后，大家能带着这头肖像给我们上的这堂沉甸甸的课，去向那些曾经倾尽心血甚至血乳3年抚育我们长大的人，表达哪怕只是像寸草一样微薄但却无比真诚的感恩。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期再见。